胡言！君子和而不同，今人狼子野心，我岂可与之虚与委蛇？那你有没有想过皇上？何以之事，已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赵大人身为相国，朝之重臣，为什么不能克敛一下自己的脾气，以社稷为重？赵某正是以社稷为重，所以才拒绝金人之无理要求。赵某要是答应了金人的要求，那才是误国、误民、误天下呀！只要我为官一天，便不会答应何意。赵鼎，你这是说，朕也误国、误民、误天下吗？臣不敢。皇上，臣以为这也不是赵大人的本意。可是，到了今天的局面，赵大人也难辞其咎。微臣谏言，若是赵大人能向金人认错赔罪，礼贤下士，那说不定金人会网开一面，不在贵接诏书一事上故作刁难。赵相国，你意下如何？皇上，金人没安好心呐！他们这是在羞辱微臣，羞辱微臣，就是羞辱朝廷，羞辱皇上您呐！皇上，臣万万不敢呐！你身为堂堂相国，连这点担当都没有吗？你从归德跟着朕到了现在，这些年，你处处为朕着想，为江山社稷着想，朕是知道的。可是，你已经老了，现在的形势跟以前不一样了。赵爱卿就不必操心国事了。皇上，赶紧去颐养天年吧。皇上。好。谢皇上。钱爱卿，快快请起。谢皇上。钱爱卿，你看看他，他宁可辞官，都不愿意向金人低头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皇上，若金人不坚持皇上亲自跪接诏书，秦桧愿意向金人低头，替皇上接受诏书。你觉得那些金人会愿意吗？微臣愿一试。秦相国，你处处为国着想，还引来众人非议，朕甚为感动啊！皇上，臣欲济国事，死且不避，宁必愿罢。
皇上决定议和。怎么会这样？皇上重新启用秦桧，罢了赵定大人。现在秦桧是官复相位，搬回了相国府。没想到皇上这么快就改变了主意。从皇上对淮西军事件的反复，便能猜出几分了。奸臣当道，奸臣当道啊！真不知道这个皇上是怎么想的，明知道秦桧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可他为什么还要重用他呢？皇上困了，瞌睡的时候碰到秦桧这个枕头，不枕他还能枕谁？大哥，那现在怎么办？贝笔墨，我要上奏皇上。大哥，秦桧长袖善舞，和他做口舌之争，恐怕这时候我要是不说话，便没有人说话了。不能让奸臣蒙蔽了皇上的眼睛。何以之事，万不可行。向金人跪拜，有失尊严。所谓君忧臣辱，君辱臣死，请皇上三思。只要能让百姓免受刀兵之苦，朕牺牲自己的体面来换取和议，又有何妨啊？现有淮河、长江两道天险，阻拦女真铁蹄。若收回河南、陕西两地，必要派兵驻扎。如此，则中原平坦无险可守，江淮之险形同虚设。金人提出归还两地，实则包藏祸心，想把我军主力从江淮一线引诱至中原一带，以一举歼灭。北虏自靖康以来，以和以我者10余年矣。不务其间，受祸至此。今复无事庆贺，此必有昼夜之虞。士大夫但为深谋。之前朕在明州时，朕即使百败，亦无人问津。如今朕与金人合议将成，爱卿就不必多虑了。金人不可信，和好不可视。相臣谋国不臧，恐待后事机，皇上见之。爱卿忠心可嘉，秦相国之事，乃一时误会，并非爱卿所想。爱卿不必操心此事。我们大将做事不力，才让皇上受此委屈。望陛下明诏天下，令臣解罢兵务，退出临泉，以歌咏陛下圣德。为太平之散民，臣不胜幸甚。放肆！竟敢用罢官来威胁朕！你越是想罢官，朕越是不让你罢，不允！
秦大人，你好雅兴啊，约我在这儿见面。二太子，秦大人，多年不见，你现在是位高权重，我连你的门都登不了了。啊，哪里，秦某能有今天，全靠二太子的提携。要不是当年你把我一家从五国城中救出来，我早就变成了异乡孤魂了。您的大恩大德，秦某永记在心。好吧，我们就在这儿叙叙旧。是。二太子啊，今天约二太子见面，就是想和你商议一下。如今宋金合议迟迟未成，难点不在于这些，而是称臣跪拜。皇上为此深感头疼啊，还请二太子能够通融一下。唉，这些条款都是皇上和老四拟定的，要让他们改变主意，难呢。二太子啊，您得帮帮我呀！皇上就是冲着我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，才让我重登相位的。如果我办不成此事，我就还是一介草民。想报答二太子的恩情，我也是无能为力呀。你有什么主意就直说。如果称臣不可避免，那跪拜一事可否通融一下？如果去掉这一款，那大金何必与你们议和？白白送你们河南、陕西之地，这种赔本买卖，划不来，划不来啊！二太子，若是跪拜不可避免，可否由他人代为行礼？这个与理不合吧？我若是贸然答应你，回去皇上要是责怪下来，那我可如何是好啊？只要秦某能在朝中站稳脚跟，到时候你我一南一北，遥相呼应。二太子，您还愁得不到大金皇帝的重用吗？咱们来日方长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那替贵之人，你可有人选？正是区区在下。秦桧啊，秦桧，你可真是机关算尽。你这出戏，皇上看了感激你，百官看了敬畏你，你可真是一举多得呀。岳飞看了，他恨不得把我杀了。听说他现在不是正在跟你们皇上闹脾气吗？他现在动得了你？他还是小心自己的脑袋吧。说实话，提起岳飞，大家都以为我恨他，其实他们都错了。没有岳飞，就没有大金与大宋的合议，没有合议，我就回不到这个位置，也就没有今日我与二太子的相会。所以啊，我不恨岳飞，我还得好好谢谢他。告诉你们啊，这个锅子可是我们这儿的招牌啊！来，大可以尝尝。哎，娘子，你让刘半仙儿他们弄，你坐下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们在这儿商议要事，还是不要有他们几个兔崽子的好。这弟妹啊，是上得厅堂，下得灶房，贤弟，真是好福气啊！你们先聊着，我炉子上还煮着羊肉汤呢。好。
哎，梁小哥，你说笑了，这就叫只羡鸳鸯不羡仙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找个好姑娘啊？我没有兄弟这么好福气啊。换句话说，现在朝廷危难，儿女私情当往后放。也对，你是有出息的人，不像我，除了躲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开个小酒肆之外，什么也不会。哎，兄弟，这是哪里的话？还不多亏了你是酒馆，要不然，这素素也不会给你们添那么多麻烦。我这怎么叫麻烦啊？我有手有脚，我每天都干活，我怎么叫麻烦啊？嘿，哎，这呀还多亏了素素姑娘不嫌弃，帮了我好多忙呢。你看，说到帮忙，现在要是能帮上岳大哥的忙，那就好了。倒是当今皇上，怎么就答应金人这所谓和议了呢？狗屁合议，又赔钱，又割地，这算什么合议啊？还要让我们低头哈腰的，这简直就是通敌！不错，这就是通敌。一想到这里，我就替岳大哥气不过。像岳大哥这样的人，天天刀山上走，油锅里滚，没想到最后皇上一句议和，就把岳大哥这些年的功绩全部拱手送人。若有机会，我真想把这些金贼活活剐了。梁小哥，你前面那句话说的是什么？我说，若是有机会，我要把这些金贼活剐了。你说的可是真心话？若有半句假话，天打雷劈。说得好，我今天呢，也给你交个心，说句心里话。虽说我张用躲在这里是清闲了，但是素素姑娘知道我心里老觉得对不起大哥。只要一听到大哥在外面打了胜仗，我这个心里面就痒啊。今天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也放大胆的说句话，我们与其躲在酒肆里面怨天尤人的话，不如拿起刀剑，在议和当日把金贼来个一网打尽。对，一网打尽。我跟你去。干杯！来，算我一个，算我一个。来，我也去。干嘛？难道你后悔了？喂，不是吧，梁小哥，你刚才的豪情呢？我良心虽不如岳大哥那么豪气盖世，但我也知道，社稷危难，匹夫有责。如今岳大哥守孝在庐山，也正该是我们忠义社大展身手的时候。
新皇上。全是人，不能出去。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走。素素姑娘，我已经让人去请大夫了。可是他现在伤成这样，我撑不住。谁？大哥，大夫请来了。是我，大夫来了。大夫，你快进来看看，你快救救他呀！哎呀，他失血过多，估计一时半刻没那么快就能好。我呢，给他开了一个方子。这是银子，您拿好。哎，岳家军和忠义社都是替老百姓保家抗金的，这药呢是老百姓送的啊。告辞。我送你。我在这儿呢，小梁哥，小梁哥，我在这儿。快，二位，你抓住他们！这次宁愿错杀一百，也不能放走一个。弟兄们，给我看仔细了，只要长得像忠义社的人，统统带走，一个不能放过。
谁要是敢私藏忠义社的人，就是诛九族，听懂了没有？小兰哥，你醒了？哎，别乱动，你的伤才刚好一点。好多了，只是偶尔会痛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？来，把药喝了。还记得你小时候有一次感染风寒，我爹让你喝药，你怎么都不肯。最后啊，还是你喝一口，逼着我喝一口。你说2个人一起吃药，这样药的苦味儿就会1人1半，喝起来就不会那么苦了。你还记得？当然记得了。从那以后，每次我喝药的时候，我都想找个人陪我。没事吧？没事，不怕你笑话。小的时候，我最怕的事就是喝药。那你怎么还……小莲哥，我明白你的心思，但是，你还想着岳飞？我也想忘了他，但是忘记一个人真的很难。可你们是没有结果的。我知道，你别再说了，你先好好休息吧。
秦爱卿啊，这次议和让你受惊了。谢皇上挂念，所幸有惊无险。好了，你这一拜，退金山岛玉柱，大宋可以安定了。这是皇上的恩德，也是百姓的福气。秦爱卿，平常养马吗？啊，微臣旧时曾经养得一匹好马，可惜它死了。现今所养的几匹都不行，只能做拉车之用，奔驰100余里就疲乏不堪了。那是因为你不懂得选择好马所致。当初易于成骑的马，必是驽马。此种马，既无耐力，又易乏志。而救完之初不可治愈的，那才是一群之马。此马必待奔驰100余里之后，其力气才能发挥得出来。皇上文武双全，这种道理，臣一介寒儒是万万无法按息的。只是，臣拜见皇上。免礼。朕派你去召岳飞回军，进展如何？臣把圣意一字不漏地转告给了岳帅，可是他就是不肯回军，坚持要在庐山为母持完鱼服。什么？朕对岳飞如此之宽厚，他居功自傲，竟然至此。皇上，这是岳飞对于何意所上的贺表。念。臣欲明时，过观盛世，身为大将，无功受禄，口诵诏书，面有参于军旅，尚作聪明而过虑，徒怀犹豫以质疑，为无事而请和者谋。恐卑辞而易弊者尽。臣愿定谋于全胜，其收地于两河，唾手烟云，终于复仇而报国。世新天地，当令今人称藩。臣无任瞻天望圣，积切平营之志，仅奉表称贺一文。哼，士大夫但为深谋。先前在明州流离海上之时，朕即使百败，也无人理会朕。如今，朕为百姓免受刀兵之苦，牺牲自己的体面来换取和议，哼，倒换来这样的讥讽啊！皇上，臣以为这是岳飞故意在取悦百姓，拉拢民心呐。他不仅居功自傲之极，更是骄横跋扈、大逆不道。岳飞处心积虑、一门心思的，就想兼并别人的部队。此次请辞不归，真实的意图就是要挟陛下。皇上，可见当时力求和军，就是图谋不轨。皇上，请看这个。这幅画像是投诚之河东义士所献。他之前被岳少保俘虏后又被放了。那些被放走的乱匪，无一不在自己的家中挂上岳飞的画像，以示尊崇。皇上，这个岳飞抗旨不遵在前，滥用仁德在后，此等行径，他是在贪功求大，要取民悦啊！江爱卿，你的意思呢？
臣不知其中可有隐情，所以不好妄加揣测。只是回到刚刚皇上论马之事，皇上说，烈马才是一群之马。可微臣有一疑虑：若此马过烈，不听使唤，反刍人主，又该当如何？现在就去找，张榜招贴，用尽所有办法给我找回来。是，还不快去找！是。官人，你刚刚复相不久，是不是要慎重点？妇人之仁，这个时候就应该故作声势，威慑众人，铲除那些